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1号至12号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全面总结2023年经济工作，深刻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系统部署2024年经济工作，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中国以经济工作为核心议题的最高级别会议，释放出哪些新信号？如何定调2024年经济工作，备受海内外关注。会议指出，2023年中国经济回升向好，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2024年，我国发展面临的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会议提出9大任务，与上一年相比增加4项，高质量发展成为2024年中国经济发展最主要的目标和方向。会议提出，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今年9月，习近平在黑龙江考察时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它是代表新技术创造新价值、适应新产业、重塑新动能的新型生产力。我们看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整个对未来的部署，还是我个人觉得还是基于先把这个国内做好，然后呢以此来就是以不变应万变，把我们自己把我们的这个经济工作还有发展，就是建立在自己的力量的支点之上。这些年，美国对中国实施小院高墙的科技围堵，企图扼杀中国的科技发展战略。中央多次提出要推动加快解决卡脖子的问题。此次会议强调要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9项重点工作当中，第1项就是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由此可见，科技在经济工作中的分量。那么针对这些风险挑战，我觉得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给出了一些非常有明确、有针对性的这样一些应对举措，还要加大科技投入，通过科技的这样一个突破和发展来推动国内这个经济这样一个长期可持续的发展。会议在财政政策的表述中明确提出，党政机关要习惯过紧日子。这传递出的信号很明确，即2024财政支出将在2023年基础上延续加力，并注重政策效能的提升。财政政策一方面将加力以支持扩大总需求，防范化解经济社会风险；另一方面要根据经济社会需要来实施。积极的财政仍是高质量发展框架下的积极，避免大幅提高财政风险，让财政更可持续。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作为一项单独举措，而今年则将其纳入放在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大项中，当中更加强调的是制度性开放，包括放宽电信、医疗等服务业市场准入，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认真解决数据跨境流动、平等参与政府采购等问题，持续建设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切实打通外籍人员来华经商、学习、旅游的堵点。深圳卫视注意到，在实施高水平开放方面，中国政府新举措不断。在近些年创办进博会、服贸会等的基础上，首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年11月也在北京举行。这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数百家中外企业和机构集中展示各链条关键环节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外界注意到，对于2024年房地产工作方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放在了持续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范畴下。对此，多位业内人士认为，相关产业将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推动房地产业转型和高质量发展。一方面，让商品房回归商品属性，满足改善性住房需求；另一方面，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将是下一轮房地产市场的重要举措。预计未来保障性住房建设开发节奏会进一步加快。还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就是我们要着力防范这个经济风险，把这个防风险还是要放在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位置上。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3处提及民营经济，而今年的会议则是提出了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4个主要发力领域，包括市场准入、要素获取、公平执法、权益保护。这既是民营企业发展的痛点所在，也证明了国家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上正在采取综合施策的方针。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都是为民营企业经济发展培育生长的土壤。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新设民营企业同比增长15.3%，这显示民营企业市场预期与发展信心进一步提升。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当前局势的判断。会议指出，当前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等。会议要求，明年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新加坡联合早报分析指出，上周的政治局会议将过去2年对经济工作稳中求进的定调调整为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一是表明工作重心从求稳转向求进，二是包含决策更加谨慎，将更注重政策协调，解决各领域政策松紧不一的问题，更好地形成合力。12月13号，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行2023至2024中国经济年会。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韩文秀在会上表示，2023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有望圆满实现。今年我国经济运行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总体上呈现增速较高、物价较低、就业平稳、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格局。路透社认为，2024年中国经济增长目标或将定在4.5%至5.5%区间，与今年持平。摩根士丹利经济师指出，设定4.5%或更高的乐观增长目标，有助于引导预期并提振信心。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主席提出了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新方针。那对于这个新提法，您怎么理解呢，耿先生？众所周知啊，稳中求进是中国几十年来一以贯之的经济工作总基调，但这次很少有的做了微调性的修改，提出了重要的12字经济工作新方针，就是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我认为这个新提法本质上还是要坚持稳中求进。很明显，这是一个积极求进的信号。对这个积极信号我理解有3个方面。一个呢是国内的政策，特别是政策配套组合上要更积极一些。第二个呢就是体制改革，各种监管等层面呢会适当的放宽，因为要积极求进，就要进一步的通过改革松绑来释放新动能，推动发展。第3个呢就是一定要下大力气改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因为现在中国的经济已经是全球化的国际价值链的运营了。整个经济都和外部现实的政治经济环境，特别是和发达国家的关系密切相关。所以这次会议就提出要努力以自身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形势变化的不确定性，就包括了稳定外部政治经济环境，这个是能否求进的关键性因素。最后还是要先立后破。过去其实无论是革命还是改革发展，我们都比较强调不破不立，先破后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但经过这几十年来稳中求进的成功实践，这次会议呢，在提出以进促稳的同时，最后还是落在了先立后破上。其实呢，这就是先稳后进的意思，因为破实际上就是改革嘛，就是一种进。而这种破的改革呢，需要在先有立稳的新秩序的前提下才能推动。实际上还是强调了稳中求进的基调方向。最近，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对华芯片等问题上出现态度反复、自相矛盾等负面言行。在这个节点上，您觉得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方针是否对中美关系也有正面的作用呢？中国这几十年来是以现代化经济建设作为国家的中心工作。而指导中心工作的总方针当然就具有一定的全局性的价值。
具体到中美关系吧，彼此呢构建正确相处之道的第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相互认知定位，要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说中美之间主要是伙伴而不是对手，而不是敌人呢？这里主要的就是由于中美经贸关系上不能脱钩的现实，也就是中美两国人民在现实生活、实际收入等重大国际民生利益上的紧密依存关系所决定的。正是基于这种中美经贸紧密依存这个基本点，而不是基于双方在安全问题上的某些分歧，更不是基于我们在意识形态或者政治制度上的某些差异所得出的结论。所以呢，中美是伙伴而不是敌人，所以中美只有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所以我认为更应该多借用中美，特别是中国方面在经济领域的一些成功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的方法论，把它运用到中美相处之道的构建上。咱们再说具体一些啊，比如说最近中美关系虽然出现了止跌企稳的势头，但是雷蒙多又在芯片等问题上出现了态度的反复、自相矛盾等负面的言行。对这个我们也可以参照稳中求进、以进促稳的方针予以对应。芯片等高新科技啊，作为核心竞争力和第一生产力的双重性质，现在越发明显。作为核心竞争力呢，自然就成为各国博弈的一个重点，并且由此形成了一些合作的障碍。这里边可以分成4种情况。第一，就是技术层面本身还存在的一些不够成熟啊、完善呢，而形成的不利部分。第二呢，就是各国在技术，比如专利等法律层面正常的约束和壁垒等等。第三呢，是由于人文、地缘政治等形成的障碍。第四呢，是我们中美关系特殊性所造成的一些摩擦和负面影响。对此，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分类管理，妥善对应。